好，我们今天的话在准备政治学的一个过程里，因为其实新同学你现在可能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好，你不知道什么科目难念。我要先跟同学讲，行政法跟行政学的课本看起来后，原则上你大概你只要愿意努力去背它，选择题的部分都不会太困难。好，考古题多做都不会太困难。问题是政治学这个科目讨厌的，也让很多我们永久保证班的同学，好像我教另外一个类组的同学，他们不敢过来这一科。好，过来这一科，我问你们为什么不敢过来？他们说因为政治学啊。好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先去了解，就是政治学。好，今天我们在准备的一个部分，我们到底应该要去注意哪些东西？好，那么当然的话，在这里，好，我们要先去让各位同学说明的就是它的考试方式。好，然后呢，针对这样的一个考试方式，好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见招拆招，去做一个准备的动作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则是准备的方法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在这里是我们在准备政治学的过程里面，很多同学都会犯的一个错。看起来你们很努力，但是全部都不对。好，那个做法是不要自己这样去随便乱做的，就是有关于自行买书的问题。好，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会去跟各位同学做一个说明。好，那么第一个呢，在这里考试方式的部分来讲，好，我们说如果呢，是以高考或者是3等考试来讲，好，那么这样的一个3等呢，包含了像地方政府特考的3等考试啦，原住民特考3等考试，好，身心障碍特考3等跟调查局3等。原则上呢，在这里它都是申论题。好，在这里呢，申论题会有4题的部分。好，那么再来呢，除了调查局以外，调查局的4等，它的申论题也是4题。否则的话呢，在我们一般的普考，好，这里呢，它是申论题有2题，选择题有25题。好，那么刚才呢，我们跟各位同学提过了，选择题在我们现在的一个经验里面，25题里面你最少要对22，好，最少要对22。我如果没记错，上一次我们说可以错超过，我上次说可以错超过3题，大概到5题的，好像是101年的普考。除了那一次之外，没有一次考试我容许你错超过3题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一次考试。每一个选择题的考试，好，从101年普考之后，一直到现在103年的普考，每一个选择题，你最多就是我只让你错3题。好，换句话讲，其他的22题都是我上个有明确讲过，有明确的概念，你不应该错的部分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里，我们原则上选择题，我们的标准要先抓这样，好，大概是在44分以上。好，那么这个的话是在这里，好，第一个它的一个考试的方式，再来的话就是有关它的准备方法。准备方法呢，在这边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就把它区分为申论题跟选择题这2种。好，我们先讲选择题比较简单。选择题的一个部分的话，在各位同学的课本后面，我们都有附录它的一个该章节的一个选择题，对不对？请你练习那个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请你练习。
好，今天的话练习考古题，同学你们那个行政法开课了没？开了吗？法序开了吗？行政学开了吗？开了吗？这3科是最强调就是考古题练习的一个部分。好，所以你们考古题一定要多练习。但是呢，在这3科的考古题练习的过程，你的心态跟政治学不太一样。但是我会建议同学用做政治学选择题、考古题的心态去做我们刚才讲的那3科的考古题。好，为什么？今天其实在政治学的考古题里面，选择题重复的几率并不大。有没有重复？有。好，有重复，包含了举例来讲，就同学一定知道，过去我们曾经考过一题，就是下列哪一个国家的议长要保持政治中立，对不对？好，要脱离政党，保持超然独立，那个是英国吗？这题考过2次，对吗？好，在我们之后提醒，应该是在去年，好，他又考过1次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到的福山是不是又考过好几次了？好，所以呢，它的确会有重复的一个情况，但是它大部分的一个考古题，你如果去翻我们后面的考题重复的几率不大。可是当你全部都做好几遍，你对于那些考古题有一定的熟悉度，你会发现到有一件事情，它的重复不是在题型的重复，它的重复是在概念的重复，懂意思吗？好，它会用相同的概念去考你类似的东西。举例来讲，今天只要考到，我们后面会提到叫做多元主义。好，不管今天考到的是多元主义、多元民主，或者是多元政体，它的代表人物在选项里面，原则上就选谁？选这个学者，叫做道尔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在解102年的考题的时候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发现有一个题目很贼的是，他在原住民特考考完之后，地特马上又考。他考什么东西？他说，今天按照 Austin Rennie 他所提到的民主的4个原则，请问下列何者是错误的？4个原则，旧同学应该都知道，叫做人民主权、政治平等、大众咨商跟多数决，对不对？原住民特考跟地方政府特考，它的差别在哪里？它给你的选项不同。举例来讲，今天可能在原住民特考，他把政治平等拿掉，换了一个，那你答案就应该选 B。可是呢，到了地方政府特考，他就把大众咨商拿掉，换了另外一个，你答案就要选 C。所以你看起来，其实它的一个答案并不一样，选项也不同，但是其实它等于是同一类型的题目。懂意思吗？它等于是就是你今天只要知道 Austin Rennie 所提到的民主的4大原则，这2题对你来讲就是考古题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的话，其实请各位同学在练习这些选择题的时候，要帮我记得一件事情：你们在练习的时候，不是在练习题型，你们必须要针对于每一个选项去做思考。好，那要思考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是这个答案？为什么不是别的答案？每一个选项 A、B、C 这4个选项，为什么这个答案是对的？为什么别的答案是错的？好，这每一个概念都要去理解，好不好？除了有一些是因为实务上的，好，那个东西没得改，否则的话，只要是理论的东西，都请你要去思考，因为其实它在不同的题型里面会出现不一样的答案。举例来说。先请教同学这个问题好，旧同学帮我看一下，新同学先参考就好。记不记得我们在地特的时候有一个考题，以下何者是直接民主的呈现方式？第一个一个选项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公民复决。好，再来呢，公民创制。
再来呢是审议委员会，好，公民审议会议。第4个雅典的市民大会。哪一个不是直接民主的呈现模式？这一题其实在考完之后就有同学问，可是不是每个同学都问，可是代表这题一定让很多同学他会产生一个疑惑。好，我们今天题目在这个地方叫做直接民主。好，我顺便跟各位新同学先解释一下，好，先解释一下，民主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先讲哦，我们这些所有的理论的科目啊，其实那个都是被人搞的文字很复杂，知道吗？其实你就先用白话去理解它，理解它之后再学习用学者的话去说明它，好不好？我们分2个阶段。什么叫民主？谁是主人？人民是主人。既然人民是主人，所以谁做主？人民做主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就像前一阵子你看到太阳花，他们说要召开公民审议会议，对不对？要让大家自己来决策这个这个政策到底应该怎么定。好，那么甚至包含了像前一阵子啊，大概在上个礼拜，我看到呢就是政府它有召开一个审议委员会审议的会议，在讨论什么？就是针对于流浪猫狗的认养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里面的公民呢，他们找了19个代表，这19个代表他们就决议，好，今天呢，对于这些流浪猫狗的一个收养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的一个主人啊，应该要去做一个登录的动作，避免以后这些流浪猫狗又被弃养，对不对？我才知道当初是被谁收养的嘛，谁没有尽到照顾的义务嘛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，所谓的民主的概念是我们人民来决定这个政策应该怎么做，直接民主就是由我们人民直接参与。我们人民直接去决定，懂意思吗？至于举例来讲，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如果呢我说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中间要什么时候下课？我要下2次课好不好？好，或者是我只要下1次课，那我们上课大概要上到什么时间？要不要提早下课？我们时间要不要重新安排？如果现在让所有的同学都举手表决，你有没有直接参与这个决策的过程？有，这个叫直接民主。那我们现在一般的民主社会里面，我们用的叫做什么？我先这样讲哈，这个概念其实不对，可是为了先让你理解，好不好？先让新同学理解，间接的相对词叫什么？叫间接，懂意思吗？我没有直接的去决定、去投票、去举手表决我要不要这个东西，可是我找一个人代表我，好，找一个人代表我去帮我把我的意见给反映出来，所以这个叫间接。可是我们在学理上，我通常建议同学不要用间接，好，因为有学者认为间接就不民主。懂意思吗？因为间接毕竟是这一些立法委员他是帮我们决定事情，可不可能说你那个选区里面的选民的意见都是一致的？不可能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这个选区里面的选民，他今天他对于某一个议题，他可能有的人持赞成，有的人持反对，那么立法委员到底应该代表谁？所以立法委员他虽然叫民意代表，但是他不可能代表选区里面所有人民的意见。懂意思吗？所以呢，他到最后一定会形成自己的主张。这个时候就变成，如果今天这个民意代表他是支持的，而我是他的选民，我却是反对的，那就代表这个民意代表有没有把我的意见给反映出来？是没有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不讲间接这2个字。好，在理论上有学者说可以，有学者说不行，但因为我们是考试，对不对？有风险，所以呢，我建议同学不要用间接，用什么字？用代议。好，这是政治学上的名词。所谓的代议，一样用白话来解释，就是代替我们议是什么？讨论的意思，代替我们来讨论，来做决定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选出了市议员，我们选出了民意代表，他们来代替我们来行使民主，我们叫做代议民主。但是概念上面不能写出来的，但是可以留在你脑袋里的，这个代议民主就是一种间接民主。可以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公民复决跟公民创制，它是不是由公民直接来做投票决定？你们如果上过宪法就会知道，我们现在的宪法修正案在立法院修正在提案通过以后，6个月要交付给公民复决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会收到一张那个投票通知单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投开票的去投票，决定这一个宪法修正案要不要通过。所以
所以我人民有没有直接去参与、去决定、去表达我的意见？有。公民创制，这里的创制其实一样，我们先从白话的角度来讲，什么叫创？叫做创造。什么叫制？叫做制造，就是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什么叫创制？我们人民想要这个法案，但是呢，立法委员就打死不去通过，不去审议，所以我们人民就说好，那不然这样子，我们自己来拟定一个法案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投票通过以后，我们都送到立法院，要求他今天要去做3读的程序。所以这个创制有没有人民直接去做参与的动作？是有的。所以这2个一定是什么？直接民主，懂意思吗？这一个雅典市民大会，先跟同学报告一下，雅典市民大会是我们直接民主里面的神主牌。好，它是在以前希腊雅典时代，就是之前不是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很帅的那个演了一个特洛伊，有没有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他老婆不是那个嘴巴翘翘的那个吗？不是胡子翘翘的，好，是嘴巴翘的那个叫什么？演那个古墓奇兵那个女的啊？哦，布莱德彼得啦。我想起来，演特洛伊那个不是布莱德彼得在演吗？就是那个时期，知道吗？那个时期哦，那个时期的电影多了，特洛伊，然后那个只穿内裤不穿上衣的那个叫什么400到500壮士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那个时代还有个叫雅典。当初雅典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市民可以直接的透过开会的过程，大家直接把意见提出来，直接来做一个讨论，直接来做一个决定。所以雅典市民大会是在理论上面我们的直接民主的神主牌，它是一个代表，它是一个理想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它绝对是直接民主的呈现。所以既然不是 A 不是 B 不是猪，答案就是 C。老师怎么会？你管我那么多？反正删除法成立，懂意思吗？只有这个可以选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思考咯，为什么这一个不是直接民主？先跟新同学讲，审议民主我们会在第7章介绍，这一个是我们传统上面称之为叫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，懂意思吗？在课本里面它叫做直接民主。好，先跟同学讲，这就是政治学讨厌的地方，它会混淆。那可是为什么在这几个选项里面，我个人认为这个选项选它是合理的？请教同学，我刚才跟各位同学提到，前一阵子呢，大概是上个礼拜，新闻如果同学刚好有看到，应该都能够证实我的说法，好像是卫福部吧，他们有去召开一个审议会，然后呢，邀集了19个代表，去讨论流浪猫狗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保护它们，去建构这样的一个4组的一个名单来保护这些流浪猫狗。请问你有没有去？你有没有去？你们家没养狗？我不相信全部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有养狗有养猫的，你们有没有去？那个老师，我们家没养狗没养猫，我们家养了2条大蟒蛇，那一样好不好？只要有饲养宠物的，请问你他有没有发通知单叫你去？没有嘛？可是他说我是找人民来的，所以这19个人是我们所有养宠物的人的什么代表？懂意思吗？那他们今天所扮演的地位，跟我们现在看到立法委员是我们民意的代表没有差别，懂意思吗？只不过民意代表必须要经过选举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审议为什么称之为直接民主？因为它是让人民直接进来。可是虽然让人民直接进来，他不需要有任何的身份，可是他是不是要所有的人民都进来？没有，他还是在这所有会受到政策影响的这些对象里面去挑几个代表进来，所以在某个程度上面，他有代表的性质在。所以这4个选项的比较里面，只有它有代表的性质，有代表的概念，它不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直接去参加的，所以4个选项单选它。懂意思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跟同学讲的是，透过这样的一个题目，第一个要呈现给各位同学的是，很多答案你在考场的时候，你不要太执着在于你认为它是不是对的，只要删除法确立。所谓的删除法确立是，我确定这个100%对，这个100%对，这个100%对，只有它不见得是100%，那咱就一定是它，好不好？这是删除法的概念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只要你确定其他选项绝对不能选，你就只剩一个选项可以选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管那么多，
好，你就不要管那么多。当然是你可以，只剩这个选项，我要再去做一个确认的动作，对不对？你就开始思考，它有没有可能不是完全的直接民主？好，如果像我们刚才这样讲的，我们检验确定，答案就选下去啊。这样懂意思吗？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题目呢，再给各位同学看一下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也忘了它到底是什么时候的题目。好，反正不是103就是102了。好，因为我最近在整理题目，对这个题目有印象。好，那么先请同学来看，复习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新同学就帮我记一下。好，旧同学就帮我复习一下。按照杜瓦的定律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体系的影响，好，这个时候比例代表制，然后呢多数决，哪一个最容易造成两党？